我们这一代人最奇怪的地方是，连想过得舒服一点都会有负罪感。好像你一说想舒服，就会被翻译成你是不是不想努力了，是不是没追求了，是不是准备把自己养废了。但我觉得很多人不是怕吃苦，是怕自己辛苦了很多年，最后只是活成了一个别人觉得还不错的人。这个区别很重要，因为舒服不是偷懒，也不是逃避人生。舒服是在问，这条路我走10年之后会更像自己，还是更不像自己。我想到一个很具体的画面，周日下午你整理抽屉，翻出来一本没拆封的效力手账，一叠考证资料，一张健身年卡合同，还有一张便利贴，上面写着今年必须变强。然后你坐在地板上，突然不是被激励到，而是有点累。对，那种累很奇怪，不是身体累，是你发现自己买了很多变好的工具，可是很少问过一句，我到底想把哪一种日子过久一点。而且那些东西本身都没有错，手账没错，考证没错，健身也没错。让人难受的是，他们好像都在暗暗指向同一句话，现在的你还不够。所以很多人一听到舒服，第一反应不是向往，而是警惕，会觉得我是不是太没斗志了，我是不是太想躲了，年轻的时候就想舒服，会不会把自己养废。这就是这期最想拆开的地方。舒服不等于躺平，舒服也不等于所有事情都顺着本能来，舒服更像一个信号，它在提醒你，这条路我能不能长期走下去，我在这里面会不会越来越窄。这个越来越窄很准，因为有些路外面看起来特别漂亮，履历变好看，收入变高，别人也会说你很厉害，但你自己在里面越来越紧，越来越不敢停，越来越不能犯错。最后你不是在生活，你是在维持一个看起来不错的人设。我以前会觉得舒服是一种奖励，比如等我赚够钱了，等我状态好了，等我证明自己了，我就可以舒服一点。可问题是，那个等经常没有尽头。你完成一个目标，马上会出现下一个目标。你刚觉得自己可以松一口气，又会有人告诉你，同龄人已经到哪里了，你不能停。所以舒服一直被往后推，像一张永远不能兑现的票。而且它被包装得很道德，能吃苦才叫靠谱，不喊累才叫成熟，总是在赶路才叫上进，慢一点，轻一点，先照顾自己一点，反而像亏欠了谁。那到底是谁在定义过得好？为什么我们会默认人生一定要过得紧绷才算没有浪费？很多标准不是我们自己选的，是一路被塞进来的。小时候是成绩，后来是学校、工作、收入、房子、伴侣、身材、社交圈，每个阶段都有一张隐形清单，像在说你完成这些才算没有掉队。可这张清单很少问人舒不舒服，他只问你有没有达标。更麻烦的是，他会把人的感受变得很可疑。你累了，可能会被解释成不够努力；你不想争了，会被解释成没野心；你想过简单一点，会被解释成没出息。所以普通人付出的代价不只是时间和精力，还有对自己感受的不信任。对，你明明知道某件事让你很拧巴，但你会先审判自己，是不是我太脆弱？你明明在一段生活里快喘不过气了，却还会说服自己，别人都能扛，为什么我不行？这就很残忍，因为你不只是在吃苦，你还要负责把这个苦解释成有意义。有些苦当然有意义，为了学习一个技能，
为了照顾重要的人，为了走向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人会经历不舒服。可有些苦只是在消耗你对生活的信任。怎么分？我会看它把你带向哪里。一个有意义的不舒服，通常会让人更清醒，更有能力，更接近自己想要的关系和生活。一个不属于你的不舒服，会让人越来越麻木，越来越害怕，越来越不像自己。所以舒服不是我什么都不做，舒服是我开始承认我的感受也是判断的一部分。没错，一个人要过一生，不能只靠外面的掌声来导航。掌声很响，但它不负责你晚上回到身体里的感觉，也不负责你10年后还喜不喜欢自己。这句话有点渣，因为很多人不是不想舒服，是不敢把舒服当成正当需求。那我们可以把标准换得更具体一点，不是问这件事能不能让我显得成功，而是问这件事重复10年以后，我会更自由还是更僵硬？我的关系会更宽还是更紧？我的身体会更有余地还是一直在报警？这样一问，很多选择就不一样了。比如你不是不能努力，你只是要知道自己为什么努力，是因为你真的想要那种生活，还是因为你害怕别人觉得你不够好？也不是不能吃苦，而是要分清楚，这个苦是在帮我靠近自己，还是在让我离自己更远。对，舒舒服服的过一生，不是让人生没有难处，它是让你遇到难处的时候，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，也知道如果这条路一直让你变小，你可以重新选择。那落到生活里，我们可以怎么判断？我想给3个问题，遇到一个很拧巴的选择时，可以拿来问自己。比如要不要继续考一个证，要不要接一份更累但更体面的工作，要不要把休息日也安排得满满当当。第一个问题，这个不舒服是在扩展我，还是在持续消耗我？扩展的意思是，它虽然难，但我能感觉到自己在变大一点。对，你可能会紧张，会累，但你知道自己在学东西，在建立能力，在靠近某种想要的生活。持续消耗就不一样，它会让你越来越没有感觉，只剩下硬撑。第二个呢？我追的这个目标是我想要的生活，还是我害怕被看低的证明？这个问题很狠，因为有些目标看起来很像梦想，其实只是恐惧穿了一件漂亮衣服。是，你不是喜欢那个位置，你只是害怕没有那个位置就不值得被尊重。你不是想拥有那种生活，你只是怕别人说你混得一般。第3个问题，如果这件事要重复10年，我的身体和关系会变得更宽还是更窄？这个很适合一生这个尺度，因为很多选择短期看没问题，长期看会把人磨得很薄。一个能长期住下去的生活，不一定每天都快乐，但它不会长期羞辱你、压扁你，让你离所有喜欢的东西越来越远。所以舒服不是每天都轻松，而是我不用每天都背叛自己。对，你可以努力，可以吃苦，可以有野心，但那条路最好仍然允许你呼吸，允许你有普通的一天，允许你不是时时刻刻都在证明。我突然觉得舒舒服服的过一生其实不是一个很软的愿望，它很有骨头。因为它要求你从很多热闹的标准里退出来，承认我这一生不是拿来参展的，它要能被我真实的过，被我的身体承受，被我的关系容纳，被我的心慢慢认领。愿你不是把日子过给别人验收，而是真的在自己的人生里住得下来。